我一直以為機械零件加工出來以後就能直接組裝使用，直到看完表面處理這道工序才發現，很多時候決定零件壽命的往往不是基材本身，而是表面那層看不見的改變。這些工藝都遵循一個原則，不傷筋動骨，只在零件表面做文章。今天就結合 3D 動畫帶你搞懂4種常見的表面處理到底是怎麼升級零件的。首先看第一種，阳极氧化，說白了就是用電化學手段把铝材表面自带的保氧化膜升级成更硬更致密的防護層。來看一下整個過程，剛加工好的鋁件不能直接進行阳极氧化，首先要把鋁件清洗乾淨，去除加工留下的油污和雜質，接着把鋁件放入蚀刻液中，讓表面輕微溶解，磨平加工留下的小瑕疵，讓後續形成的氧化膜更加均匀。這些预處理做完之後，把鋁件掛進硫酸電解槽，接電源正极當陽极，槽裡的陰极板接負極，一通上電，電解液中的氢离子開始向陰极移動，陽極鋁材表面會不斷釋放電子，電解槽內就形成了穩定的電流回路。在陽極區域，鋁原子失去電子發生氧化反應，慢慢長出一層氧化鋁保護膜。這裡要注意，它和噴漆電鍍完全不是一回事，像普通塗層只是附着在金屬表面，而陽極氧化形成的氧化膜是鋁材本身直接生長出來的，與基體結合更加牢固，不容易出現起皮脫落。隨着氧化過程持續進行，可以看到氧化鋁內部會形成大量的細小微孔，這些小孔是氧化膜的關鍵結構，也是上色和封孔的核心。像咱們平時見的黑色鋁殼、相機機身、精密零件的彩色外觀，很多都是靠染料鑽進這些微孔實現的，可不是簡单的噴一層漆。最後一步就是把這些微孔封閉起來，這麼做既能進一步提升耐腐蚀能力，還能把顏色牢牢鎖住，讓零件長期用下來，外觀和性能都不掉线。但阳极氧化它只解決鋁合金的防護問題，換成天天高速運轉的鋼制零件就不夠用了，因為它們既要扛住摩擦磨損，又得經受反復衝擊。而剛才剛好就有個天生的矛盾點，硬度越高，韌性往往越差。要是把整塊零件都做硬，耐磨式上去了，可一受衝擊就容易斷裂。所以工程上就走了外硬內韌的路線，只強化零件的最外層，讓表面負責耐磨，內部保留韌性抗衝擊。而滲碳就是這裡面最經典的工藝，核心就是讓碳原子鑽進鋼材表層，直接改變表面的材料成分。具體操作是這樣的，先把鋼構件放進高溫爐，爐內營造出負碳環境，當溫度升到900攝氏度左右，這時候活性炭原子會一點點滲入零件表層，慢慢提高表面的碳含量。當然這還沒完，接下來還要做淬火處理，只有經過淬火，含碳量高的表層才會發生內部結構變化，形成硬度極高的馬氏體。但淬火後的零件硬歸硬，內部會殘留不少內應力，材質會變脆，所以還得補一道回火工序，把這些應力釋放掉，在保住表面硬度的同時提升整體韌性，避免零件長期使用後開裂。最終處理完的零件表面耐磨抗造，內裡又扛得住衝擊，像齒輪、傳動軸這類零件基本都會採用這種工藝。不過滲碳全程高溫作業，零件很容易受熱變形，對那些尺寸精度要求高、容不得明顯形变的零件，就得換另一種表面強化方式——气體淡化。和滲碳往刚才里加碳原子的思路不一樣，淡化不靠加碳，而是讓氮原子滲入零件表层，和鋼裡的合金元素結合，形成一層堅硬的氮化物層。具體操作很簡單，把鋼件放進密閉的熱處理爐，然後通入氨气，在500多度的低溫環境下，氨气會分解出活性氮原子，慢慢擴散進鋼材表層，和其中的鋁、鉻、鉬等合金元素結合，形成一層耐磨的氮化層。正因為加工溫度低，它不用像滲碳那樣再走一遍高溫淬火，零件內部組織不會有明顯變化，特別適合高精度的零部件。當然它也有短板，就是加工成本會更高一些。那如果零件不需要強化硬度，只是想提升防鏽能力呢，還有一種更簡便的處理方式——鈍化。像我們日常用的不锈鋼之所以能夠防鏽，並不是因為它不会腐蚀，而是因為表面存在一層極薄的氧化铬保護膜。但是在加工過程中，切削打磨都會破壞這層保護膜，還會殘留鐵粉雜質，反而更容易長鏽斑。鈍化就是專門來修復這層防護的。首先要對零件進行清洗除油，去除表面的油污和雜質，隨後將零件放入鈍化液中，通過化学反應去除表面的游離鐵，然後重新形成一層穩定的氧化铬保護膜。當處理完成後，再經過清洗和乾燥，零件表面就恢復了更強的耐腐蚀能力。整個過程不會改变零件尺寸，也不會增加額外涂层，只是在金屬表面重新建立一層看不見的防護屏障。以上就是4種常見的表面處理方式，這麼一捋下來，是不是就搞清楚它們之間的區別了？